金刚经与财富的奇妙相遇。您好，欢迎光临。今天我们探讨一个既高深又接地气的话题：金刚经与财富。别一听经就觉得晦涩难懂，金刚经其实是一部充满智慧的经典，它能像一本人生财富使用指南，指导我们如何更明智地创造财富，更安心地使用财富，最终获得真正的自在。金刚经帮助我们以更有效、更平和的心态面对财富。它不是教你一夜暴富的投机技巧，而是指引你用智慧创造财富，用平常心守护财富，最终实现不为物质所累的自由人生。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探索《金刚经》中的财富智慧。三大原则重塑你的财富观。《金刚经》阐述了3个核心原则，对我们理解财富至关重要。万法皆空，空性并非什么都没有的虚无状态，而是指一切事物都没有独立永恒的自性。就像一辆汽车，它由各种零件组装而成，零件更换了，汽车也就不同了。汽车本身并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自己，财富亦是如此，它只是各种因缘聚合的现象，聚散无常，变化是其常态。理解空性，能帮助我们放下对财富的执着，不因得失而过度欣喜或沮丧。就像观看一场电影，我们明知是虚构的，便不会过于投入情感。如果我们能以这样的心态看待财富，就能更从容地面对人生的起伏。在现代商业社会，空性的智慧尤为重要。市场瞬息万变，曾经风靡一时的产品，转眼可能就无人问津。如果企业固守成规，抱着过去的成功模式不放，就很容易被市场淘汰。唯有保持灵活的思维，不断创新，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诺基亚的衰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曾经是手机行业的巨头，但由于未能及时适应智能手机的浪潮，最终被市场边缘化。感知与现实，我们所看到的世界是我们自身认知的投射。我们对财富的看法和信念，直接影响着我们的财富状况。如果秉持金钱至上的观念，就容易为了追逐财富而迷失方向，甚至不择手段。反之，若将财富视为实现人生目标的工具，便能更理性地对待它，并更好地利用它。《金刚经》引导我们反思固有的财富观念，打破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不要简单地将人划分为富人和穷人，也不要将成功完全等同于财富的多寡。这种反思能拓展我们看待财富的视野，将其视为一种社会共享的资源，而非衡量个人成就的唯一标准。例如，一些成功的企业家会将自己的财富用于慈善事业，回馈社会，这体现了一种更广阔的财富观。在商业领域，感知同样至关重要。消费者对产品的认知和感受，直接影响其购买决策。企业需要深入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和心理，才能有效地进行营销和推广。例如，一些品牌会通过强调产品的环保特性来吸引注重可持续发展的消费者。积极行动和慷慨，《金刚经》强调因果法则，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们以何种心态和行为对待财富，最终也将收获相应的果报。以善意和利他之心行事，不仅能获得物质上的回报，更能带来精神上的满足。慷慨不仅是物质上的施予，更是一种精神上的付出。乐于助人，分享资源，就是在创造积极的业力，积累福报。这与佛教的菩萨行精神相契合，以利益众生为己任。例如，特蕾莎修女一生致力于帮助贫困人民，她的慷慨和奉献精神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
在商业实践中，慷慨和道德行为是企业长远发展的基石。诚信经营、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才能赢得客户和员工的信任，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例如，一些企业在发展壮大的同时，也会积极参与公益事业，回馈社会，这不仅提升了企业的形象，也为社会做出了贡献。金刚经教你创造与守护财富。现在，我们把金刚经的智慧应用到实际生活中，看看如何更聪明地创造和守护财富。创造财富的智慧。因果法则，创造财富的过程，如同农民耕种，需要付出辛勤的劳动和智慧。只有通过正当的途径，提供有价值的产品或服务，解决实际问题，才能获得长期的回报。投机取巧、不劳而获的想法，最终只会让你竹篮打水一场空。与其想着一夜暴富，不如脚踏实地，做好每一件事，积累经验和能力。例如，比尔·盖茨创立微软，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创新，才最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精进，光有好的种子还不够，还需要持续的耕耘和精心的照料。在创造财富的道路上，也需要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时代在变，市场在变，只有不断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不被时代抛弃。例如，互联网行业的快速发展，要求从业者不断学习新的技术和理念，才能保持竞争力。广结善缘，田地里除了要有好的种子和辛勤的耕耘，还需要良好的环境和人际关系。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商业合作，能为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机会和资源。与人为善，乐于助人，才能赢得他人的信任和支持，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例如，很多成功的企业都非常注重与合作伙伴和客户之间的关系，通过互利共赢的方式共同发展。智慧的运用，耕种需要智慧，选择合适的作物，掌握种植技巧，合理利用资源等等。赚钱也要用脑子，不能盲目跟风，更不能冲动投资。在做任何商业决策之前，都要进行充分的调查和分析，理性判断，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例如，在投资股票之前，需要对公司的基本面进行深入的研究，而不是听信小道消息。不执着于结果，农民在耕种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比如天气不好、病虫害等等。创业或投资也不可能一帆风顺，要以平常心看待成功和失败，从每一次经历中吸取教训，不断成长。结果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享受过程，并从中学习和进步。例如，很多创业者在经历多次失败后，最终才取得了成功。守护财富的智慧。不贪婪，贪婪就像无底洞，永远无法填满。过度追求利润，甚至不惜损害他人利益，最终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要懂得适可而止，坚守道德底线，才能走得更长远。例如，一些企业为了追求短期利润，不惜生产假冒伪劣产品，最终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也损害了自己的声誉。合理使用，收获的粮食要合理分配和使用，才能发挥最大的价值。财富是用来改善生活、实现目标的工具，而不是用来炫耀和浪费的。要合理规划支出，将财富用于有意义的事情，比如提升生活品质、支持教育、参与慈善等。例如，将一部分收入用于学习和旅游，可以提升个人的知识和视野。不执着于我所有，土地是自然的一部分，我们只是暂时的使用者。财富也是如此，它只是暂时由我们保管的社会资源，
并非永远属于我们个人。要以更开放的心态看待财富的流动和分配，认识到分享和回馈也是一种重要的价值。我们只是财富的管道，财富会通过我们流向需要的地方。认识到这一点，就能放下对财富的过度执着，以更平和的心态面对得失。例如，一些富豪会将大部分财产捐赠给慈善机构，用于帮助他人，这体现了一种超越个人占有的财富观。布施通过慈善和公益活动回馈社会，不仅能帮助他人，也能提升自身的精神境界。布施不仅仅是捐钱，还可以是时间、技能、知识等各种形式的付出。例如，利用自己的专业技能为社区提供免费咨询服务，也是一种布施。投资于自我成长，将一部分财富用于学习和提升自身能力，是最明智的投资。知识和技能是永恒的财富，能让你在未来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稳。例如，参加专业培训、学习新的语言、阅读有益的书籍等，都是投资于自我成长的方式。探寻财富的真正意义与人生价值。现在，让我们更深入地思考，财富的真正意义究竟是什么？人生的终极目标又在哪里？重新定义财富，我们常常将财富简单地等同于金钱、房产、股票等物质财产。然而，《金刚经》的智慧启示我们，财富的内涵远比这些物质层面要丰富得多。真正的财富不仅包括外在的物质资源，更重要的是内在的品质和能力。内在的富足，内心的平静、喜悦、智慧和慈悲，是任何物质财富都无法取代的。一个内心富足的人，即使物质生活相对简单，也能感受到真正的幸福和满足。反之，一个内心空虚的人，即使拥有再多的财富，也难以摆脱焦虑和空虚。例如，一些亿万富翁因为无法找到人生的意义而选择自杀，这说明物质财富并不能保证幸福。健康的身心，健康是最大的财富。没有健康的身体，即使拥有再多的金钱，也无法享受生活。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关注身心健康，才是对自身最大的投资。良好的人际关系，和谐的人际关系是人生幸福的重要来源。拥有真诚的朋友，和睦的家庭，能让我们感受到爱和支持，这是任何物质财富都无法替代的。实现自我价值的能力，财富的真正意义在于帮助我们实现自我价值，贡献社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智慧创造价值，并将其用于有意义的事情，能让我们感受到人生的成就感和意义感。例如，通过创业创造就业机会，通过慈善活动帮助弱势群体，都是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时间的自由，真正的富有也包括拥有掌控自己时间的能力，能够自由地支配时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陪伴家人朋友，追求自己的梦想，这才是真正的自由。因此，我们应该以更全面的视角看待财富，将其视为实现人生目标的工具，而不是人生的终极目标。我们应该追求内在的富足，关注身心健康，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并努力实现自我价值，让生命更有意义。超越物质的追求，人生的终极目标不应仅仅停留在对物质的追求上。物质只能带来短暂的感官刺激和满足感，无法填补内心的空虚和对意义的追寻。我们应该超越物质的层面，去探索更深层次的人生价值。精神的成长，通过学习、思考、修行等方式，不断提升自己的智慧和境界，追求精神上的成长和完善。对社会的贡献，将个人的力量
用于推动社会进步，帮助他人，回馈社会，让生命更有价值。对真理的探索，探索人生的意义和宇宙的奥秘，追求对真理的认识和理解。《金刚经》的智慧并非否定物质的存在，而是教导我们以更智慧的方式与财富相处，将其作为实现人生目标的工具，而不是人生的全部。要懂得放下对物质的执着，追求内心的平静和自由，从而找到真正的幸福和意义。举例来说，一些成功的企业家在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之后，并没有沉迷于物质享受，而是将财富投入到慈善事业中，帮助贫困地区的孩子接受教育，或者资助科学研究，推动社会进步。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更高的人生价值，也获得了更大的精神满足。将《金刚经》的智慧融入你的生活。今天我们一起学习了《金刚经》中的财富智慧，探讨了如何以更智慧的方式创造和守护财富，以及财富的真正意义和人生的终极目标。《金刚经》的核心思想是空性，它教导我们不要执着于外在的物质财产，要以平常心看待得失。这并不是要我们放弃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而是要我们以更智慧的方式去创造和守护财富，并将其用于实现更有意义的人生目标。我们学习了如何通过正当的途径创造财富，如何通过合理的使用和布施来守护财富，以及如何将财富与自我成长和社会责任相结合。我们明白了真正的财富不仅仅是物质的积累，更是内在的富足、健康的身心、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实现自我价值的能力。希望大家能够将今天所学的智慧运用到实际生活中，以更平和、更从容的心态面对财富，创造更加充实和有意义的人生。记住，《金刚经》不是教你如何成为一个拥有亿万家财的富翁，而是教你如何成为一个内心富足、智慧通达的智者。现在就让我们开始行动吧。从今天开始，反思自己的财富观，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以更智慧的方式与财富相处，并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感恩你的到来，希望本频道的内容对你有所启发与帮助。如果你喜欢，请订阅、点赞和分享，这是对我莫大的支持与奖赏。